对嘛，破布子煎蛋不应该有籽啊！今天来分享一道我阿嬷做的破布子煎蛋吧。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我是 Chris。深受台湾用户喜爱的由田谷七系店职人打造的轮岛七万用料理铲回来了。这回我们加入了2个超级实用的规格：27.5公分中锅铲，还有23公分小锅铲。同样使用罗汉伯能登快木制成，再用国宝级的士气工法，将天然气渗透到快木中。让这把轮岛七万用料理铲不仅坚固轻巧耐用之外，还能耐热抗水及抗菌。这是我用2年的样子，看有多耐用。由日本职人手做，经过30道以上工序完成，每一把都是独一无二，全素材皆为天然成分，不用担心有化学涂层问题，可以安心使用。还有淡淡的快木香气哦。哇，精心打磨的圆角处理及铲面的凹槽，可以更贴合锅身翻炒食材及刮取酱汁。背面的铲架能让锅铲平放时好拿取，也能保持料理台整洁。而这次我们也加入了上次的大锅铲，做成大中小3锅铲组合，让你轻松应付家里各种锅具。大锅铲适合用在中华大炒锅，中锅铲适合用在口径中等的生炒锅或者平底锅，而小锅铲则是你趁手的搅拌工具，不论你要调味或者是拌菜都很适用。还记得去年元旦在日本发生的能登半岛地震吗？田谷七系店当时也受到严重灾损。今年能登的日常仍在慢慢复原，一道道湿气就像把破碎的日常拼凑回来。当我们用这把锅铲在翻动锅里的菜，其实也在翻动他们回家的路，让好用的工具成为延续手艺与生活的力量。树子、大蒜，没错，阿嬷家的就是有加大蒜。树子也就是俗称的破布子，现在大家应该是买这种罐装的比较方便，但是要小心，有些品牌真的很咸哦，买回来一定要先试试看看。跟各位说一个秘密，其实我是长大在外面念书才知道，原来破布子有籽啊，还差点咬断我的牙。因为小时候吃的破布子煎蛋都是去籽过的，而且是回乡下才吃，所以从小觉得破布子煎蛋没有籽是理所当然的。去籽真的很麻烦，而且没有捷径。像这样子抓一大把搓一搓，感觉很有效率哦。但你事后还得从一堆肉泥中再把籽挑出来，这感觉失误率很高啊，对我而言吧。所以还是一颗一颗挑吧。而且煮熟的破布子本身就有开口，挤一下就出来了，但还是麻烦。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小时候多幸福，阿嬷都帮我们把籽挑掉了。或许是怕老人家咬断了牙，也疼惜我们这些孙子吧。费一番功夫，终于把籽肉分离了。这些籽不要丢哦，拿个卤包袋分装起来。由于它还带着点汤汁，所以用盒子装，再把袋子绑起来放冷冻保存。虽然把肉分离掉了，但是这些籽还是很有味道哦。下次煮汤类的料理就可以丢一包进去，例如说凤梨苦瓜鸡，我就觉得蛮对味的。剥好的果肉装回圆罐，连肉带汤装起来放冰箱保存，这下也就实现破布子自由了。把它当成酱料来使用，大口吃放心吃，不用怕有籽。切蒜碎，不用太细，大约像这样子就好了，保留点口感。取素子肉尽量把汤汁稍微挤干一点，太湿的话会影响蛋的成型。依照市售素子的咸度，大约1颗蛋配10公克就可以了。你可以选择把材料跟蛋直接混在一起煎，或者炒过再混合。炒过的目的1当然是比较香，而且风味比较浓缩；2是把多余的水分炒掉，对蛋的成型比较有帮助。大部分有加料的煎蛋，我都会先把料炒过，譬如菜脯蛋有炒过，真的就比较香。但是葱花蛋就例外哦，只是麻烦的点是要再洗一次锅子。这道还好，趁热水洗，用长毛刷很快就可以刷起来了。炒好的素子放凉一会，就可以放进蛋液里面混合了。所有的煎蛋前置到这边都差不多，接下来才是重头戏。除了平常的油壶之外，你再准备一个倒油的容器。我这个是专用的，你们用小锅子或玻璃量杯都可以。大火热锅到微微起烟的时候，转到中小火，下油倒个2圈，有点多哦，不要紧张，不要怕，维持中火慢慢绕，慢慢润锅。煎蛋是极度需求润锅的料理，即便你平常都有在养锅了，但这步还是建议不要跳过。倾斜锅面能看到明显的油纹，并且油开始起烟了。拿出刚刚的容器，把油倒起来。没错，这些油只是让你润锅而已，而倒起来的油下次炒菜是可以用哦，不用担心它裂化。拿出你专门擦锅子的布，顺手把锅边擦一下，免得滴下来焦化了很难洗。
微炉台开大火，快速加热，倒新的油下去。这一次就不用倒这么多了哦。我们今天3颗蛋，大概锅底绕一圈就够了。蛋液下锅前再充分的搅拌一下，然后转小火，蛋液往正中间倒下去，碗底要刮干净，然后不要浪费。如果第2次的油有充分的加热，那么蛋液就会顺利的在四周起泡定型。我们可以轻轻的晃动锅子，并且不断的搅拌中间的蛋液，加速蛋液的凝固。如果听到油泡声音变小的话，你可以稍微把火开大一点点。温度太低的话，可是煎不出香气的。直到蛋液大部分都凝固后，就停止搅拌了。你可以检查生蛋液较多的地方，稍微搅拌一下就好了。你可以检查一下四周的状况，不要烧焦就好。但是要小心哦，这时候蛋还没有完全定型，翻太大力的话就会像这样子，不小心被我折破了。没关系，问题不大，还有机会定型的。你可以这样子绕圆圈晃动锅子，让底部收热更均匀。在翻面之前，都可以从底部铲看看，测试一下触感。如果铲起来蛋液还有些许流动的话，就不要勉强翻哦。继续绕，继续让它收热均匀。再试看看，差不多了，比刚刚硬了一点。奶酪从底部拖着，连锅子一起往上抛，完成，漂亮。这种翻面的动作可以看我上次大阪烧的教学，有一个练习方式蛮实用的，各位可以练看看。这边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个小秘密哦，为什么我在节目上用的木铲颜色比他们收到的还要浅哦？是不是日本为我特制的颜色啊 ？No， 我这把是样品，只是上一层简单的保护漆而已。真正的轮导漆上完后是长这样子，就真的只是差在试漆的程度而已啊。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日本职人的精神哦，连打样的阶段都丝毫不马虎。2把我握在手上的感觉是丝毫不差的。虽然上完漆的完成品是更加耐用，但实在太漂亮了，我根本舍不得用啊。翻过来马上开大火，煎大约10秒内就起锅，剩下余温就会完成了。好了，这样就好，走。好啦，这就是我阿嬷的苗子的破布子煎蛋，太棒了，终于可以大口的咬破布子煎蛋，不用怕咬断牙啦。哇，超赞，都是破布子的味道，虽然还是输阿嬷的纯手工版啦，看来还是少了点这一个。这就对的啦，阿嬷的下饭菜终究被我做成下酒菜了。